那份离婚协议书就摆在茶几上，墨迹未干。徐蕊坐在沙发对面，神色平静得让人发指。他刚从赵明轩的豪车里下来，连口红都没补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问。我点燃一支烟，慢慢吸了一口。从你开始每天加班说起。3个月前，徐蕊突然变得异常勤奋。以前他最讨厌加班，宁可回家躺平，也不愿在公司多待1分钟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他开始主动申请项目延期，说要跟新来的项目经理赵明轩多学习。那时我还傻乎乎地夸他上进。林霄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徐蕊整理着裙摆。明轩说他会离婚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。我弹了弹烟灰。你们在我床上重新开始的时候，有想过我吗？徐蕊脸红了一下，很快恢复镇定。你在家装监控？不用装。我拿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录音。你们在楼下停车场的对话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录音里传来徐蕊和赵明轩的声音：老公出差了，要3天，你今晚过来吧。还是算了，万一被发现又怎样？反正我也不爱他了。明轩，我只爱你。录音戛然而止，徐蕊的脸彻底白了。所以我掐灭烟头。离婚协议我可以签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净身出户。徐蕊疼得站起来。不可能，这房子是我们一起买的，我有1半产权，还有你公司的股份。我们是夫妻共同财产。股份？我忍不住笑了。徐蕊，你真以为我只是个普通工程师？他愣住了。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扔到他面前。看看吧，我在公司的真实身份。那是一份股权证明，上面清楚地写着林霄持有华创科技集团45%股份，担任副董事长职务。徐蕊拿着文件的手在发抖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普通员工吗？演了3年戏，累了。我站起身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能轻易查到你们的行踪了吧？徐蕊瘫坐在沙发上，眼中满是震惊和后悔。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。我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他。你的情人赵明轩明天就会被公司开除，罪名是挪用公款和商业间谍。你不能这样！徐蕊尖叫起来。林霄，你不能因为私人恩怨就……私人恩怨？我冷笑。那些证据可都是真的。你以为他为什么突然对你那么好？因为爱情。徐蕊，你真是太天真了。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我打开门，几个身穿制服的人站在门口。林先生，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，有人举报赵明轩先生涉嫌商业贿赂，请问他不在这里。我让开身子。不过你们可以问问这位女士，她对赵明轩的行踪比较了解。徐蕊脸色惨白，声音颤抖。林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要的很简单。我看着他惊恐的眼神，公道。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林先生，我是苏婉，您朋友王磊的妹妹，听说您需要律师，我们约个时间详谈吧。电话里的声音很温柔，像是春天的微风。好的，明天上午10点，金茂大厦咖啡厅。我说，挂了电话。我最后看了一眼徐蕊，她还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攥着那份离婚协议书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可惜太晚了，有些错误一旦犯下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。3年前的春天，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第一次见到徐蕊。她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，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画设计图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她身上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我端着咖啡走过去。你好，可以坐这里吗？她抬起头，
眼睛很大很清澈。当然可以。就这样，我们认识了。徐蕊是个很优秀的设计师，毕业于美院，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。他性格温柔，话不多，但画出来的东西总能打动人心。我们交往了1年就结婚了。婚礼那天，徐蕊穿着婚纱对我说：“林霄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遇到了你。”我相信了。婚后的日子很平淡，但很温馨。我每天早上送他上班，晚上一起做饭看电视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会拉着我去逛街看电影，或者在家里画画。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赵明轩出现。他是公司新来的项目经理，据说有海外工作经验，能力很强，老板很器重他，给了他很多重要项目。徐蕊第一次提到他是在半年前，公司来了个新经理，很厉害的。今天开会的时候，他提了好多建设性意见。是吗？我当时正在洗碗，随口应了一句。他说我的设计理念很新颖，建议我多参与一些大项目。徐蕊的语气里带着兴奋。林霄，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我支持他的想法。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的妻子事业有成呢？可我没想到，这个机会会成为我们婚姻的终结。从那以后，徐蕊开始频繁加班。起初他还会跟我解释项目进度，后来连解释都懒得做了。他的手机开始设置密码，他开始化更精致的妆，买更贵的衣服。他开始对我的关心表现出不耐烦。林霄，你能不能别总是问东问西的？我很累，我只是关心你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你这样让我很有压力。我开始怀疑，但又不愿意承认。直到上个月的一个晚上，他说要加班到很晚，让我不用等他。我正好路过他公司楼下，看到他和一个男人从餐厅里出来。那个男人搂着他的腰，他靠在他的肩膀上，笑得很开心，就像当年靠在我肩膀上一样。我没有冲上去质问，而是默默跟着他们。他们去了酒店，我坐在车里等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徐蕊从酒店里出来，头发有些凌乱，但神色满足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我没有回家，而是开车去了公司。在停车场里，我给王磊打了个电话。雷子，你妹妹苏婉不是律师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可能需要她的帮助。出什么事了？离婚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兄弟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我让苏婉联系你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车里点了支烟。天空开始下雨，雨滴打在挡风玻璃上，模糊了视线，就像我的心境一样，一片模糊。但有一点很清楚，这场婚姻该结束了。有些爱情死了就是死了，再也活不过来。我不会去挽回一个不爱我的女人，就像我不会去挽留一只要飞走的鸟。既然她选择了背叛，那就承担背叛的代价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明天就能见到苏婉了，希望她能帮我打赢这场战争。金茂大厦的咖啡厅在28楼，透过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城市。我提前10分钟到了，选了个靠窗的位置。9点55分，一个穿着黑色职业装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她看起来25、26岁的样子，长发盘起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气质很干练。林先生，她主动走过来，伸出手。我是苏婉，苏律师，请坐。她坐下后，从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放在桌上。您介意我录音吗？这是职业习惯。不介意。王磊跟我大致说了情况。苏婉打开笔记本，您妻子出轨，您想离婚？是的。有证据吗？我把手机递给他，里面有照片、录音，还有聊天记录的截图。
苏婉仔细看了10几分钟，眉头微皱。证据很充分，不过您妻子如果不同意净身出户，这场官司可能会很复杂。我知道，我点了杯咖啡。苏律师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有足够的能力让对方主动放弃财产分割，你信吗？苏婉推了推眼镜，您指的是什么能力？商业手段。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林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报复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。那什么是好方法？法律。苏婉合上笔记本，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，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我忍不住笑了。苏律师，你很理想主义。不是理想主义，是专业主义。他的语气很认真。林先生，我接过很多类似的案子，那些选择报复的当事人，最后往往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那如果对方先违法呢？苏婉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拿出另一份文件递给他，这是我们公司内部审计的结果。赵明轩涉嫌挪用公司资金，数额巨大。他翻看着文件，表情越来越严肃。这些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我喝了口咖啡。苏律师，现在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苏婉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，如果证据属实，应该报警。已经报了。我看了看手表，估计现在赵明轩已经被带走调查了。苏婉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脸色微变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苏律师，我是徐蕊，听说你是林霄请的律师，我想跟你谈谈。电话里的声音很清楚，我们都能听到。苏婉看了我一眼，按下免提。徐女士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老公他疯了，他让人抓走了明轩，还要我净身出户。苏律师，我们是朋友介绍的，你能不能劝劝他？徐女士，恕我直言，如果您确实有婚外情，净身出户在法律上是合理的。可是，徐蕊的声音有些哽咽，明轩他没有挪用公款，那些证据都是假的。林霄他是想陷害明轩。苏婉看向我，眼中带着疑问。我摇摇头，示意他继续。徐女士，证据的真假需要司法机关认定。如果您认为有冤情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申诉。苏律师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只要林霄肯原谅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徐女士，感情的事情不是律师能解决的。苏婉的语气很平静。如果没有其他法律问题，我就挂了。等等，徐蕊急切地说，苏律师，我可以付双倍的律师费，请你帮我打这场官司。苏婉看了我一眼，淡淡地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接了林先生的委托。电话挂断了，咖啡厅里重新安静下来。林先生，苏婉收起手机，您妻子说的对吗？那些证据是假的。我从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，这是公安局的立案通知书。如果证据是假的，他们会立案吗？苏婉接过文件，仔细看了看，神色复杂。林先生，说实话，我有些看不透您。怎么说？一个人如果有能力伪造如此复杂的证据链，让公安局都信以为真，那这个人，他停顿了一下，要么是极其危险的罪犯，要么是什么？要么是有着特殊身份的人。我笑了。苏律师很聪明，所以您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拿出名片递给他。苏婉看了看名片，眼睛瞪得很大。华创科技集团副董事长。现在你相信那些证据不是伪造的了吗？他点点头，然后又摇摇头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？想看看，在没有金钱和地位的加持下，有谁会真心爱我？我苦笑一声，
结果你也看到了。苏婉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林先生，我接受您的委托，谢谢。”“不用谢。”他收起录音笔，“帮您打赢这场官司是我的职业责任。”走出咖啡厅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苏婉还坐在那里，透过落地窗看着外面的城市，侧脸很安静，很美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觉得心里暖了一些。也许世界上还是有真诚的人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收到了苏婉发来的消息：“林先生，徐女士已经正式委托我们律所的王律师代理她的案件。”我回复：“意料之中。”还有一件事，赵明轩的案子有了进展，警方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大量公司机密文件，还有转账记录，数额多少？初步统计，挪用资金超过500万。我放下手机，点了支烟。500万足够让赵明轩在监狱里待几年了。想想也是讽刺，徐蕊为了这样一个男人背叛了我们3年的婚姻。手机又响了，是苏婉打来的：“林先生，方便见面谈谈吗？有些细节需要当面确认。”“好的。”“还是昨天那个咖啡厅，不用那么正式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。“楼下有家私房菜，环境不错。1个小时后，我在一家叫小院的私房菜馆见到了苏婉。她换了一身休闲装，看起来比昨天年轻了很多。“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”她坐下后，把一份文件递给我：“这是离婚协议的初稿，您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。”我翻看着协议，内容很详细，基本符合我的要求。“苏律师，你的效率很高，职业习惯。”他点了几个菜。“对了，我今天去了趟看守所，见了赵明轩。”“他说什么了？”“他承认了挪用资金的事实，但坚持说跟徐女士的关系是真心的。”苏婉的表情有些复杂。“说实话，我有点同情他。”“同情？”我有些意外。一个男人为了讨好女人，不惜挪用公司资金给她买奢侈品，虽然方法错误，但感情是真的。我忍不住笑了。“苏律师，你确定不是在替他开脱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他摇摇头。“我只是觉得这件事里面每个人都是受害者，包括我妻子，包括他。”苏婉认真地看着我：“林先生，徐女士今天哭得很厉害。她说如果早知道您的真实身份，绝对不会。”“不会什么？”我打断了她。“不会出轨，还是不会被发现？”苏婉沉默了。“苏律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我放下筷子。如果一个人因为对方没钱就看不起对方，因为对方有钱就后悔离开，这样的感情还值得珍惜吗？不值得。他的回答很干脆。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情他？”苏婉想了想，说：“可能是因为我见过太多类似的案子，很多女人在感情中迷失自己，做出错误的选择，最后付出惨重的代价，这是她们自己的选择。”“是的，但选择错误不代表他们就是坏人。”苏婉的语气很温和。“林先生，我知道您现在很愤怒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但愤怒过后，也许您会发现放下比报复更有意义。”我看着他，忽然有些好奇：“苏律师，你结婚了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脸微微红了。“还没有。”“谈恋爱了吗？”“林先生，这跟案子有关系吗？”“没关系，只是好奇。”我笑了笑。“像你这样优秀的女人，应该有很多追求者吧？”“谢谢夸奖。”他低下头。“不过我现在专注于事业，暂时没有考虑个人问题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可能是因为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吧。”他抬起头看着我：“林先生，您相信真爱吗？”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。3天前，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不相信，但现在
看着苏婉清澈的眼睛，我忽然有些动摇。我不知道，我诚实的回答，也许存在吧。我相信苏婉的眼睛里有光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不计回报、不求条件的爱情，虽然很少见，但确实存在。我们沉默地吃完了这顿饭，走出餐厅的时候，苏婉突然说：“林先生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，请说。您会恨徐女士一辈子吗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恨是一种很消耗精力的情绪，我没那么多时间去恨一个不值得的人。”苏婉笑了，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笑容。林先生，您比我想象的要豁达。也许吧。我看着他，苏律师，谢谢你今天的陪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回到家里，我发现徐蕊已经搬走了，他拿走了所有属于他的东西，包括我们的结婚照，整个房子空荡荡的。但我没有感到难过，相反，我觉得很轻松，就像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锁。我给苏婉发了条信息，离婚协议我签好了。他很快回复，收到，明天我会交给对方律师。然后又发来一条，林先生，晚安。我看着这条简单的晚安消息，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。也许新的生活即将开始。1周后，法院开庭，我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，提前半小时到了法庭。苏婉已经在那里等我了。她今天穿了一套黑色的职业装，看起来很专业。紧张吗？她问。还好。我看了看空荡荡的法庭。徐蕊那边来了吗？来了，在隔壁休息室。苏婉整理着文件。她的律师是王建国，我的前同事，很有经验。有把握吗？90%，他自信地说。证据对我们很有利。9点整，法官入庭，徐蕊和他的律师也走了进来。我发现徐蕊瘦了很多，眼睛红肿，显然哭过很多次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现在开庭。法官敲了敲法锤，苏婉站起来，开始陈述我方的诉求。他的声音清晰有力，逻辑条理清楚，每一个细节都说得很到位。法官大人，原告林霄先生要求与被告徐蕊女士离婚，理由是被告存在婚外情行为，严重违反了夫妻忠诚义务。徐蕊的律师王建国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开始为徐蕊辩护。法官大人，我当事人承认感情方面有过失，但这并不构成净身出户的理由。况且，原告隐瞒真实身份，欺骗我当事人长达3年，同样违反了夫妻坦诚原则。苏婉立即反驳，隐瞒身份并不违法，更不构成过错。相反，这恰恰证明了原告对这段婚姻的真诚。他愿意放下身份地位，以普通人的身份与被告交往结婚，说明他看重的是真感情，而非利益交换。王建国不甘示弱，但原告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，恶意陷害我当事人的朋友赵明轩先生。这种报复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感情纠纷范围。异议！苏婉大声说道。对方律师所说的恶意陷害没有任何证据支持。赵明轩涉嫌挪用公司资金是铁一般的事实，已经由司法机关认定，原告只是履行了一个公民的举报义务。法官敲了敲法锤，双方注意法庭纪律。现在请原告方提供证据。苏婉走到法官面前，递上了一沓材料。这是被告与第三者的聊天记录、开房记录以及相关证人证言。徐蕊看着那些证据，脸色越来越白。轮到他发言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法官，我承认我做错了，但我真的知道错了。
我愿意净身出户，只求林霄能给我一个机会。被告，法官打断了他，这里是法庭，不是调解室，请就法律问题发表意见。徐蕊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是祈求，但我没有任何表示。王建国见势不妙，开始打感情牌。法官大人，我当事人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，但完全剥夺他的财产权利，显失公平，请法院考虑到他作为弱势群体的实际情况。弱势群体？苏婉冷笑一声，一个出轨的妻子怎么成了弱势群体？法官大人，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，有重大过错的一方应当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。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重大过错，净身出户是合法合理的。法庭辩论持续了2个小时，最后法官宣布休庭，择日宣判。走出法庭的时候，徐蕊拦住了我。林霄，我们能单独谈谈吗？我看了看苏婉，她点点头，我在外面等您。徐蕊把我拉到一边，眼泪流了下来。林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明轩他现在还在监狱里，我也失去了工作，我们都已经付出代价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？原谅？我看着他，徐蕊，如果我没有发现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他说不出话来。如果我只是个普通工程师，你会回头吗？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摇摇头，不会。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徐蕊忽然跪了下来。林霄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没地方去了。我爸妈知道这件事后，已经不认我这个女儿了，公司也开除了我，我现在除了你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他，心里没有任何波动。徐蕊，有些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既然选择了背叛，就要承担背叛的后果。我转身离开，走向苏婉。走吧，我说。苏婉看了一眼还跪在地上的徐蕊，神色复杂。林先生，您真的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我的回答很坚定。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苏婉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但我注意到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欣赏的光芒。也许他开始理解我的选择了，也许他开始认同我这个人了。这个发现让我的心情意外地好了起来。判决书下来了，法院支持了我的全部诉求，离婚，徐蕊净身出户。苏婉把判决书递给我的时候，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。恭喜您，林先生。谢谢。我接过判决书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他收拾着桌上的文件，既然案子结束了，我们的委托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有些失落。苏律师，今晚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顿饭，算是答谢。他愣了一下，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就当是朋友之间的聚餐。我看着他，或者你有其他安排？苏婉想了想，点点头。好吧，晚上7点，我们在一家日料店见面。苏婉换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散在肩膀上，看起来很温柔。这家店的生鱼片很不错，我给她倒了杯茶。你喜欢吃日料吗？还可以。她笑了笑，其实我什么都吃，不挑食。那你平时都怎么安排时间？工作之外有什么爱好？看书、听音乐，偶尔画画。苏婉的眼睛里有光。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虽然画得不好。真的吗？我停顿了一下。我前妻也喜欢画画。气氛忽然有些尴尬。不好意思，我苦笑，还没习惯这个称呼。没关系，苏婉很善解人意，需要时间适应。我们聊了很多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理想到现实。
我发现苏婉是个很有趣的人，她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而且见解独到。林先生，他忽然问我，离婚后有什么打算？专心工作吧。我想了想，可能会接手更多公司事务，不考虑重新开始一段感情，暂时没有这个想法。我看着他，被背叛过一次，很难再相信别人了。苏婉点点头，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就否定所有人，说得容易。我苦笑，苏律师，你相信有纯粹的爱情吗？不掺杂任何利益考量的那种。相信。他的回答很坚定，虽然很少见，但确实存在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见过。苏婉的眼中闪过一丝温柔。我爸妈就是，他们结婚30年了，到现在还像恋人一样。那你为什么还单身？他脸红了一下，可能是要求太高了吧。我希望能找到像我爸爸那样的男人。什么样的？专一、善良、有担当。他看着我，不一定要很有钱，但一定要有责任心。我忽然想起徐蕊曾经说过类似的话，但现在看来，说说容易，做到很难。林先生，苏婉忽然问我，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真心爱你的女人，她不在乎你的身份地位，只是单纯的喜欢你这个人，你会相信吗？这个假设让我愣住了。我不知道，我诚实的回答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验证吧。那如果他愿意等呢？等你重新学会相信爱情。苏婉的声音很轻，有些感情需要时间来培养，不是吗？我看着他，忽然意识到什么。苏律师，你是在暗示什么吗？他的脸瞬间红了。我只是随便说说。气氛忽然变得微妙起来。我仔细观察着苏婉的表情，发现她眼中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东西。苏婉，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，你喜欢我吗？她愣住了，然后低下头。林先生，你想多了。真的吗？我伸手轻抬起她的下巴，看着我的眼睛说。苏婉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慌乱。我们才认识几天，感情不是看时间长短的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苏婉，诚实一点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点头。是的，我喜欢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最绝望的时候，依然选择了正确的道路。他的声音很轻。因为你受了伤害，却没有变成坏人。因为我什么？因为你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值得托付的男人。我的心忽然跳得很快，这是徐蕊从来没有给过我的感觉，真诚、纯粹，不带任何算计。苏婉，我握住他的手，我现在还不能给你承诺。我知道。他没有抽回手，我可以等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他笑了，我等得起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也许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，也许我确实应该重新开始了。从日料店出来，我提议送苏婉回家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。他说，这么晚了，不安全。我已经走向停车场，走吧。苏婉的家在市中心的一个老小区里，楼龄有些年头，但维护得不错，就是这里。他指了指一栋6层的老楼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苏婉。我叫住他，明天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想请你看电影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好啊。看着他走进楼道的背影，我忽然觉得心情很好，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提前到了电影院，苏婉也很准时。她穿了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很清新。看什么电影？她问。你选。她选了一部爱情片，电影很一般，但我的注意力基本都在苏婉身上。她看电影很认真，
偶尔会因为剧情而皱眉或者微笑。有几次我们的手臂会碰到，他会下意识地躲开，然后脸红。散场后，我们去附近的咖啡厅坐了一会儿。电影怎么样？我问。还不错。他搅拌着咖啡，虽然剧情有点老套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？悬疑片、文艺片？他想了想，不太喜欢太商业化的东西。我们聊了很多，从电影到书籍，从工作到理想。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。林霄，他忽然叫我的名字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。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。说朋友，显然不是；说恋人，又太快了。我也不知道。我诚实的回答，也许是正在发展中的关系。苏婉笑了，这个定义很有趣。你呢？你希望我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想了想，说，我希望我们能慢慢了解彼此，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好，我点点头。那我们就慢慢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开始频繁联系。早上他会发一条早安的信息，晚上会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我也会主动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。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就像回到了初恋的时候。周末的时候，我约他去逛街。我想给你买些东西。我说，不用了，太破费了。不贵的，就一些小礼物。最后，我给他买了一条丝巾和一支口红。他很开心，但也有些不好意思。林霄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他说，这算什么？我笑了，以后会对你更好的。晚上，我们在江边散步，夜风很舒服，江水在灯光下波光粼粼。苏婉，我忽然停下脚步。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。什么事？关于我的家庭。我看着远方。我父亲是华创集团的创始人，母亲是豪门出身。他们的婚姻其实是商业联盟，没有多少感情基础。苏婉安静地听着。从小到大，我几乎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。父母忙于事业，对我的关心也是公事公办的态度。我苦笑，所以我特别渴望真正的感情。这也是你为什么会隐瞒身份跟徐蕊交往的原因。是的，我点点头。我想要的是纯粹的爱情，不掺杂任何利益考量。可是徐蕊让你失望了。是的，我转过身看着苏婉，但是现在我好像又有了希望。苏婉的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林霄，苏婉，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长，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完全走出上一段感情的阴霾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但我想试试和你一起。我也想。他的声音很轻。我愿意和你一起慢慢来。那天晚上，我送他回到家楼下，在楼道口，他忽然踮起脚尖，亲吻了一下我的脸颊。晚安，林霄。看着他跑上楼的背影，我摸了摸被他吻过的地方，心里暖暖的。也许我真的应该重新开始了。也许苏婉就是那个值得等待的人。回到家里，我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林霄，我是徐蕊，我知道你有了新女朋友，我祝福你们，但我想最后见你一面，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我看着这条短信，犹豫了很久，最后我删掉了它，没有回复。有些人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我不想让过去影响现在的幸福，更不想让苏婉因为徐蕊的存在而感到困扰。新的生活已经开始，我不想回头。1个月后，公司的年度庆典如期举行。作为副董事长，我需要出席并发表讲话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公司公开露面。很多员工都很好奇这个神秘的少东家。紧张吗？苏婉帮我整理着领带。还好，我握住他的手。有你在，
我不紧张。他脸红了一下。我只是来看看热闹。不，你是我的女伴。我认真地看着他。如果你愿意的话。苏婉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。我愿意。庆典在市里最豪华的酒店举行，来了很多商界名流和媒体记者。我挽着苏婉的手走进会场，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那就是华创的邵东家吧？旁边那个女孩是谁？很漂亮啊，听说她刚离婚，这是新女朋友。议论声此起彼伏，但我和苏婉都没有在意。庆典进行到一半，我上台发表了讲话，内容很常规，主要是感谢员工的努力和对公司未来的展望。下台后，不少商界朋友过来寒暄，大家都很好奇苏婉的身份。我简单介绍了一下，这位是苏婉，我的女朋友。苏婉很优雅地和大家打招呼，表现得很得体。就在这时，会场后面出现了一阵骚动。我回头一看，徐蕊居然出现了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晚礼服，头发精心打理过，但眼神很憔悴。她怎么进来的？我皱着眉头，可能是混进来的。苏婉也注意到了徐蕊，她想干什么？徐蕊直接走向了我们。会场里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异常情况。林霄，他站在我面前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我们能谈谈吗？没什么好谈的，我冷淡地说。保安在哪里？等等，徐蕊急切地说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关于赵明轩的。什么意思？他其实是被人陷害的。徐蕊的声音颤抖着，挪用公款的事情不是他做的。会场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在看这场闹剧。徐蕊，你还要编造多少谎言？我的语气很不耐烦。证据确凿，法院都已经判决了。不是的。徐蕊忽然跪了下来。林霄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明轩一次机会，他真的是无辜的。这一跪立刻引起了会场的轰动，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，闪光灯不停地闪烁。苏婉拉了拉我的衣袖，我们走吧。但徐蕊抓住了我的裤腿。林霄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明轩是无辜的，是我害了他。你要报复就报复我一个人。徐蕊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努力控制着情绪，这里是公开场合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我不走。徐蕊大声哭喊，除非你答应重新调查明轩的案子。会场里的人越聚越多，议论声也越来越大。就在这时，苏婉走上前来，徐女士，请你冷静一点。她的声音很平和，如果你真的有新证据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申诉，在这里闹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徐蕊忽然对苏婉发起攻击。你这个小三，林霄是我老公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徐女士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苏婉的语气变冷了。我和林先生是在你们离婚后才开始交往的，不存在插足的问题。离婚，那是你们逼我的。徐蕊情绪彻底失控。如果不是你们设计陷害明轩，我怎么可能同意离婚？设计陷害？我冷笑一声。徐蕊，你的想象力还真丰富。我有证据。徐蕊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银行的调查报告，证明那些转账记录是伪造的。我接过文件看了看，眉头皱了起来。这份报告确实有些问题，但我知道这不可能是伪造的。这份报告哪来的？我问。是一个朋友帮我调查的。徐蕊的眼神有些闪躲。苏婉凑过来看了看文件，然后在我耳边说，这份报告有问题，纸张和印章都不对。我仔细看了看，确实发现了一些破绽。徐蕊，这是假的。我把文件还给他。你被人骗了。不可能。徐蕊不肯相信，这是银行的正式报告，
如果是真的，你为什么不拿去法院申诉，反而在这里闹事？苏婉的话很犀利，徐蕊愣住了，显然没想到这个问题。就在这时，酒店的保安终于赶到了。先生，需要我们请这位女士出去吗？保安队长问我，请她离开，以后不要让她再进来。我说。徐蕊被保安架着往外走，她还在大声喊叫：林霄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会场重新恢复了安静，但这个插曲已经给庆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我对在场的宾客说道。我们继续。庆典结束后，我和苏婉离开了酒店。今天真是抱歉，我对苏婉说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关系，她很善解人意，我理解她的心情。你真的不介意？当然介意。苏婉笑了，但我更相信你。这句话让我很感动。经历了今天的事情，我更加确定苏婉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她理智、善良，还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困难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相信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接到了公司法务部的电话。林总，出事了。法务部经理的声音很急促。昨天那个徐蕊，他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。什么视频？他说您利用职权陷害赵明轩，还说您对他实施家暴，现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。我立刻挂了电话，打开微博，果然徐蕊的视频已经上了热搜。视频中，他哭得梨花带雨，声泪俱下地控诉我的罪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蕊。昨天晚上，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我的样子，很多人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的前夫林霄，华创集团的副董事长，他利用自己的权势，恶意陷害我的朋友赵明轩。在我们的婚姻中，他经常对我实施家暴，控制我的行动自由。我之所以会出轨，完全是因为受不了他的虐待。视频下面的评论已经炸了锅。天啊，这个林霄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是个人渣。有钱人都这样，仗着有钱有势欺负女人。支持徐蕊，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。当然，也有一些理智的声音。这种事情还是要看证据，不能只听一面之词。总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。昨天在酒店的表现就很奇怪，但负面评论明显占多数。我给苏婉打了电话。苏婉，你看到新闻了吗？看到了。她的声音很平静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不知道。我有些烦躁。他这样污蔑我，我应该起诉他。冷静一点。苏婉说，现在起诉只会让事情闹得更大。你需要用事实说话。什么意思？证明你没有家暴他。怎么证明？体检报告、医院记录，还有证人证言。苏婉的思路很清晰。如果他真的被家暴，不可能没有任何记录。我恍然大悟。对，我这就去调查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联系了私人侦探，帮我调查徐蕊过去3年的所有医疗记录。好的，林先生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联系了一些当年的共同朋友，请他们出来作证。到了下午，私人侦探就有了结果。林先生，徐蕊过去3年没有任何外伤治疗记录，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。什么？他最近频繁出入一家整容医院，花费巨大。还有，他现在住的公寓租金很高，但他已经失业了。这些钱从哪来的？我立刻明白了，有人在背后支持他，很可能。侦探说，我会继续调查的。第二天，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苏婉陪着我一起出席。她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，看起来很专业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感谢大家的到来。我坐在发言台前，
今天我要就昨天网上的不实言论做出回应。台下的记者们立刻举起了相机。首先，我要明确否认家暴的指控。我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徐蕊过去3年的完整医疗记录，显示他没有任何外伤治疗历史。其次，我们的离婚是因为他的出轨行为，这有法院的判决书为证。我又拿出了判决书，法院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，这是法律事实。台下有记者举手：林先生，徐蕊说您利用权势陷害赵明轩，您怎么回应？赵明轩涉嫌挪用公司资金，这是公安机关查实的事实，不是我个人的指控。我的回答很坚定，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那您觉得徐蕊为什么要这样污蔑您？另一个记者问。我不知道他的动机，我摇摇头，但我相信真相会越来越清楚。发布会结束后，苏婉对我说：“你表现得很好，谢谢你陪我。”我握住他的手，如果你觉得麻烦，可以暂时离开我。说什么呢？苏婉瞪了我一眼，我又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人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私人侦探打来的。林先生，有重大发现。他的声音很兴奋。我查到了幕后黑手。谁？您的竞争对手，恒远集团的董事长王志强。他最近给徐蕊赚了100万，让他来污蔑您。我的眼神瞬间变冷。王志强，我们公司的老对手，最近他们在几个项目上败给了我们，损失巨大。没想到他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证据确凿吗？我问。银行转账记录都有，还有他们的通话录音。好，马上把这些证据整理出来。挂了电话，我对苏婉说：“事情有转机了。”真的？他的眼睛亮了。什么转机？我把情况告诉了他。苏婉听完后冷笑一声：“商业竞争玩到这种程度，真是无耻。现在我们可以反击了。”我的语气很坚定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第二天，所有主流媒体都收到了一份匿名邮件，里面包含了王志强指使徐蕊污蔑我的所有证据。很快，事情就发生了反转，网上的舆论开始倒向我这边。原来是商业陷害，这个王志强太阴险了。徐蕊就是个棋子，被人利用了还不自知。林总是无辜的，支持他起诉那些造谣的人。王志强和徐蕊都傻眼了，他们没想到事情会败露得这么快，更没想到我会掌握这么详细的证据。这一次轮到他们慌了。王志强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快，就在证据曝光的当天下午，他主动给我打了电话：“林先生，我想我们需要谈谈。”没什么好谈的，我的语气很冷。王总的手段让我大开眼界，这次是我的错。王志强的声音很低沉：“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。”承担责任？我冷笑。王总觉得应该怎么承担？我会公开道歉，并且赔偿您的损失，就这些。王志强沉默了一会儿：“林先生还想要什么？”我要你们彻底败露。我的语气很坚定，商业是商业，人品是人品，用这种手段的人不配在这个圈子里混。林先生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没有日后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第二天，我召开了第2次新闻发布会，这次我把所有的证据都公开了，银行转账记录、通话录音、聊天记录一样不少。台下的记者们听得目瞪口呆，这是一起典型的商业诽谤案件。我对着镜头说：“恒远集团董事长王志强为了打击竞争对手，不惜收买我的前妻来污蔑我，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我已经正式报警，
并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他们的责任。发布会结束后，舆论彻底反转，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件。王志强和恒远集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他们的股价连续跌停，董事会也开始对王志强的能力产生质疑。徐蕊也被警方传唤调查，面对铁一般的证据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受了王志强的指使。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他在警察局里哭得很厉害。我只是想要一些钱，重新开始生活，所以你就选择污蔑我。我坐在他对面，眼神很冷。林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徐蕊抬起头看着我，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？原谅？我摇摇头。徐蕊，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他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低下了头。警察告诉我，徐蕊将面临诽谤罪的指控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。王志强的情况更严重，除了诽谤，还涉嫌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。恒远集团的董事会已经决定撤销他的董事长职务。1周后，这件事基本尘埃落定，王志强被刑事拘留，徐蕊也被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，缓刑1年。恒远集团的新董事长主动找到我，希望能和解。林先生，这次的事情确实是我们的错。新董事长很诚恳，我们愿意承担所有责任，也希望能和华创集团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。我考虑了一下，最终同意了和解。毕竟商场如战场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但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警醒，在商业竞争中，任何手段都可能被使用。我需要更加小心，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，尤其是苏婉。这段时间，她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承受了很多压力。网上有很多恶意评论针对她，说她是为了钱才和我在一起，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，也没有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而动摇。苏婉，那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看电视，我忽然对她说：“谢谢你。”谢什么？她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我们是一体的，不需要说谢谢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度过这段时间。傻瓜，她轻抚着我的胸口。我说过会陪着你的，那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苏婉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柔情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。我吻了吻她的额头。苏婉，嫁给我好吗？她愣住了，眼睛瞬间湿润。你说什么？嫁给我？我认真地看着她。我想娶你，可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月，时间的长短不重要。我握住她的手，重要的是，我确定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苏婉的眼泪流了下来。林霄，你愿意吗？她点点头，哽咽着说：“我愿意。”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痛苦和挫折都值得了，因为他们最终把苏婉带到了我身边。有些人注定要离开，有些人注定要到来，而苏婉就是那个注定要到来的人。我的新生活从这一刻真正开始了。求婚成功后，我们开始筹备婚礼。苏婉希望办一个简单的仪式，但我想给她一个盛大的婚礼。你值得最好的，我对她说。可是我不想太张扬，她有些担心，万一又有人说闲话，让他们说去。我握住她的手，我娶的是你，不是别人的评价。最终，我们决定在海边办一个中等规模的婚礼，邀请双方的家人朋友，大概100多人。苏婉的父母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表现得很拘谨。苏叔叔、苏阿姨，我主动打招呼，我是林霄，林先生。苏婉的父亲是个朴实的人，说话有些紧张。听小婉说起过您，爸妈，
不用这么客气。苏婉有些不好意思。林霄人很好的，小婉从小就很独立，很少带男朋友回家。苏婉的母亲笑着说，既然他选择了你，说明你一定很特别。是苏婉很特别，我看着苏婉，我很幸运能遇到她。苏婉的父母很快就接受了我，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，没有因为我的身份而改变态度。我的父母对苏婉的反应也很好，这个姑娘很不错。母亲私下对我说，比那个徐蕊强多了。你见过徐蕊？见过一次，感觉很做作。母亲摇摇头，这个苏婉就不一样，很真诚。父亲也表示赞同，苏婉很有教养，而且专业能力强，这样的女人值得珍惜。婚礼定在5月的一个周末，苏婉选了一件简单优雅的婚纱，看起来像天使一样美丽。你今天真美。我在化妆间见到她的时候，忍不住感叹，谢谢。她有些害羞。你也很帅。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在海风的伴奏下，我们交换了誓言。苏婉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我都愿意爱你，珍惜你，保护你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林霄，我愿意做你的妻子，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与你同甘共苦，相伴到老。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王磊作为我的伴郎，在台下大声喊道，恭喜恭喜。苏婉的闺蜜们也在台下兴奋地尖叫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去马尔代夫度蜜月，在碧蓝的海水边，苏婉穿着白色的长裙，光着脚在沙滩上奔跑。林霄，快来！她向我招手。海水很暖，我脱掉鞋子追上她。我们在海边玩水，捡贝壳，看日落。那些简单的快乐是我从未体验过的。如果时间能停止就好了。苏婉靠在我的怀里，看着远方的夕阳。时间不能停止，但我们的感情可以永恒。我吻了吻她的头顶，我会一直爱你的，我也会一直爱你。1周后，我们回到了国内。新婚生活很甜蜜，但也有一些小插曲，比如苏婉不会做饭，第一次下厨就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。对不起，我把蛋糕烤糊了。她委屈地看着我。没关系，我笑着抱住她。我们点外卖就好，可是我想亲自给你做饭，那我们一起学。我吻了吻她的脸颊。我也不会做饭，于是我们开始一起学习烹饪，虽然经常失败，但过程很快乐。有一天，苏婉突然问我，林霄，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娶我。她有些不安。我什么都不会，也帮不上你的忙。傻瓜。我捧起她的脸。我娶你不是因为你能帮我什么忙，而是因为我爱你。真的，真的。我认真地看着她。苏婉，你就是我最大的财富。她感动地哭了。林霄，别哭。我亲吻着她的眼泪。哭了就不美了。那我不哭。她破涕为笑。我要一直美美的，让你一直爱我。我会的，我保证道。一辈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公司秘书打来的。林总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。什么好消息？华创集团被评为年度最佳企业，您被评为年度杰出企业家。我看了看怀里的苏婉，笑了。这确实是个好消息，但更好的消息是，我有一个爱我的妻子。事业成功算什么？有一个真心相爱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。我关掉手机，抱紧了苏婉。怎么了？她好奇地问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很幸福。我也是。她在我怀里蹭了蹭。林霄，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，对吗？对，我坚定地说。一定会的。婚后半年，
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，但我没有因此而忽视家庭，每天都会准时回家陪苏婉。你今天回来的真早。苏婉正在客厅里看书，见我回来很开心，想你了。我坐到她身边，抱住她。在看什么书？法律案例分析。她靠在我怀里，虽然现在不怎么接案子了，但还是要保持学习。为什么不接案子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些？不用。苏婉摇摇头，我想专心做你的妻子。傻瓜，我娶你不是让你放弃事业的。我轻抚着她的头发，你是个优秀的律师，不应该浪费才华。可是我更想陪着你，工作和陪我并不冲突。我认真地看着他。苏婉，我希望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要因为我而改变。他想了想，点点头。那我考虑考虑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去开门，发现是一个陌生的女人。请问您是林霄先生吗？女人看起来30多岁，穿着很朴素。是的，您是？我是赵明轩的妻子张丽。她的眼圈有些红。我想和您谈谈我丈夫的事情。我愣了一下。赵明轩被判刑后，我就没有再关注过他的消息。张女士，请进。我让她进了屋。苏婉见状也放下了书，走了过来。这位是？她问。赵明轩的妻子。我简单介绍了一下。张丽看了看苏婉，然后对我说：林先生，我知道我丈夫做错了事，但他已经得到了惩罚。我今天来是想求您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丈夫在监狱里得了病，需要保外就医。张丽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但需要受害方的谅解书。我皱了皱眉。什么病？胃癌。张丽拿出一份诊断书，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，可能。我接过诊断书看了看，确实是胃癌中期。张女士，我理解您的心情。苏婉在旁边说道，但这种事情需要慎重考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张丽连连点头。我不是想让您原谅他做过的事，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孩子失去父亲。孩子？我愣了一下。是的，我们有一个8岁的女儿。张丽拿出手机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一个瘦小的女孩，长得很可爱，但眼神有些忧郁。自从她爸爸被抓后，她就变得很沉默。张丽的眼泪流了下来。如果她爸爸死在监狱里，她会承受不了的。我看着照片，心情很复杂。赵明轩确实有错，但他的妻子和孩子是无辜的。张女士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我说，我理解，我理解。张丽擦了擦眼泪。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她留下了联系方式就离开了。送走张丽后，苏婉问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有些纠结。理智上，我不应该原谅他，但看到那个孩子，我理解你的想法。苏婉握住我的手。其实，宽恕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能放下仇恨，原谅他，说明你的内心真正强大了。苏婉认真地看着我，而且这样做对那个孩子也是好事。我想了一夜，最终决定签署谅解书。第二天，我去了监狱。赵明轩看起来很憔悴，瘦了很多。林先生，他见到我很意外。您怎么来了？听说你病了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来看看你。赵明轩愣住了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。谢谢您，赵明轩。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看着他，你后悔吗？后悔。他点点头，非常后悔。如果能重来，我绝对不会做那些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失去了太多。他的声音很低沉。工作、家庭，还有女儿的尊重。那徐蕊呢？赵明轩苦笑一声，他早就不联系我了。听说他现在在外地打工。
我从包里拿出谅解书，这个给你。赵明轩看着谅解书，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为什么？他终于问道。为了你的女儿。我站起身，她需要一个父亲。林先生，赵明轩的眼泪流了下来。谢谢您，真的谢谢您。好好养病，好好做人。我转身离开，不要让更多的人失望。走出监狱，我感觉心里轻松了很多。苏婉说的对，宽恕确实是一种力量，它不是软弱，而是真正的强大。回到家，苏婉正在厨房里做饭。怎么样？她问。谅解书给她了。我抱住她，谢谢你的建议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她转过身吻了吻我。我为你骄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。她认真地看着我，这比财富和地位更珍贵。我紧紧抱住她，心里满满的都是爱。有这样一个妻子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1年后，苏婉怀孕了。当她拿着检查报告告诉我这个消息时，我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真的，我看着 B 超单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是的，苏婉笑得很灿烂。你高兴吗？当然高兴。我抱起她转了一圈，太高兴了。小心点，别摔着宝宝。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赶紧把她放下。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变成了一个极度小心的丈夫。苏婉想喝水，我立刻倒给她。她想吃什么，我马上去买。林霄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苏婉看着我忙前忙后，有些哭笑不得。我只是怀孕，又不是得了什么大病，第一次当爸爸，没经验。我小心地扶着她坐下。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？你这样我压力很大的。苏婉握住我的手，放轻松一点，宝宝也会感受到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好，我尽量控制。怀孕期间，苏婉的情绪变化很大，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哭。有一次，她看到新闻里一只流浪猫被救助，竟然哭了半个小时。怎么了？我慌忙递纸巾给她。那只小猫好可怜，她抽泣着说，幸好有好心人救了它。是啊，世界上还是好人多。我轻抚着她的后背，别哭了，对宝宝不好。我也不想哭，但就是控制不住。苏婉靠在我怀里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？不会。我吻了吻她的额头，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8个月的时候，苏婉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她走路都变得小心翼翼，我更是不敢让她离开我的视线。今天产检，医生说一切正常。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苏婉摸着肚子说，宝宝很健康。男孩女孩？我好奇地问。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都喜欢。我认真地说，只要是我们的孩子。医生说是个女孩。苏婉笑着说，像个小公主一样，很乖。女孩好。我高兴地说，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。那她的名字你想好了吗？我想了想，林小婉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因为她是小苏婉啊。我摸了摸苏婉的肚子，希望她能像妈妈一样善良美丽。苏婉感动的又哭了。林霄，遇到你真好，遇到你我才好呢。我紧握她的手，我们的女儿一定会很幸福。临产前1个月，我把公司的事务全部交给了副手，专心在家陪苏婉。你不用这样的。苏婉有些过意不去，公司那么多事等着你处理，没有什么比你和孩子更重要。我帮她按摩着腿部，公司离了我照样运转。凌晨3点，苏婉突然疼醒了。林霄，我肚子疼。她抓住我的手，额头上全是汗。我立刻清醒过来，是要生了吗？应该是。她痛得说话都困难，快送我去医院。我慌忙穿衣服，拿起早就准备好的待产包，小心地扶苏婉下楼。别紧张，
深呼吸。我一边开车一边安慰他。很快就到医院了，苏婉痛得满头大汗，但还是努力配合着呼吸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立刻安排苏婉进产房，家属在外面等着。护士拦住了我，产妇进去就行。看着产房的门关上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产房外的椅子上，我坐立不安地来回踱步。每当里面传出苏婉的叫声，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。都是我的错，我自责地想，让她受这么大的罪。3个小时后，产房里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。生了，生了！我激动地跳了起来。护士推门出来，恭喜，是个健康的女孩，6斤2两。苏婉怎么样？我急切地问。产妇一切正常，稍后就能出来。过了半小时，苏婉被推了出来，她脸色苍白，但眼中满是幸福的光芒。林霄，你看我们的女儿，她虚弱地说。我看向怀里的小婴儿，瞬间热泪盈眶。小小的脸蛋红红的，眼睛紧闭着，小嘴微微张开。她好小，我小心地伸出手指，轻抚她的脸颊，好软。她很乖，刚才一直在睡觉。苏婉看着女儿，眼中满是母爱。林小婉，叫爸爸，爸爸在这里。我轻声说道，宝贝女儿，欢迎来到这个世界。就在这时，小林婉睁开了眼睛，黑黑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。她在看我们。我激动地说，她认识我们？当然认识。苏婉笑了，我们是她最亲的人。出院后，家里多了一个小成员，生活变得忙碌但充实。半夜喂奶、换尿布、哄睡觉，虽然辛苦，但看到女儿一天天长大，我们都觉得很幸福。林霄，你看她会笑了。有一天，苏婉兴奋地叫我，我跑过去一看，小林婉正对着苏婉咯咯笑着，真的会笑了。我也激动得不得了，我们的女儿太聪明了，快拍下来！苏婉催促道。我赶紧拿手机录像，记录下女儿第一次笑的珍贵时刻。晚上，我们一家3口躺在床上，小林婉安静地睡在我和苏婉中间，呼吸平稳。林霄，苏婉轻声说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完美的生活，是你给了我完美的生活。我看着他，苏婉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他伸手握住我的手，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。看着熟睡的女儿和身边的妻子，我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。1年后，小林婉已经会走路了，她摇摇摆摆地在客厅里奔跑，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只有她自己才懂的话。爸爸，她忽然清楚地叫了一声，她叫爸爸了。我激动地蹲下身，张开双臂，小婉，到爸爸这里来。小林婉咯咯笑着朝我跑过来，一头扎进我的怀里。我们的女儿太可爱了。苏婉在旁边看着，眼中满是宠溺。她最喜欢黏着你，那当然，她是爸爸的小情人。我抱起女儿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。小林婉咯咯笑着，伸出小手摸我的脸。爸爸，抱抱。她奶声奶气地说，好，爸爸抱抱。我紧紧抱住她，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书房处理公务，苏婉推门进来了。在忙什么？她端着茶走到我身边，在看一个投资项目。我放下文件，拉她坐到我腿上。有一家科技公司想要我们投资，前景怎么样？很不错。我搂住她的腰，如果成功，华创集团的市值还能翻1倍，那就投资吧。苏婉靠在我胸前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苏婉，我忽然说，这些年我一直想感谢一个人。谁？徐蕊。苏婉愣了一下，为什么？如果不是他的背叛，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你。我认真地看着苏婉，从这个角度说，他算是成全了我们。
苏婉想了想，点点头，确实有些错误的发生，是为了让对的事情到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痛苦的经历反而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。我吻了吻他的额头，因为他让我遇到了你，傻瓜。苏婉在我怀里蹭了蹭，命运自有安排。就在这时，小林婉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，爸爸妈妈抱抱。他张开小胳膊，我们同时伸手把他抱到中间，一家三口紧紧相拥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林霄，苏婉轻声说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想嫁给你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要娶你。我坚定地回答，生生世世。小林婉在我们中间咯咯笑着，似乎听懂了我们的对话。窗外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进书房，给这个温馨的画面镀上了一层暖色。从痛苦的背叛到重新找到真爱，从孤独一人到拥有完整的家庭，这一路走来，虽然有过挫折，但最终的结局是美好的。徐蕊和赵明轩已经成了过去，王志强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而我拥有了最珍贵的礼物，一个深爱我的妻子，一个可爱的女儿，还有一个温暖的家。有些人注定要离开，有些人注定要到来。重要的不是失去了什么，而是得到了什么。我失去了一个不值得的女人，却得到了一个值得一生珍惜的妻子。这样的交换，值了。看着怀中的妻女，我在心里默默发誓，这一生，我要用尽全力保护她们，让她们永远幸福快乐，因为她们就是我的全世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